这部剧为何让90后热泪盈眶？北上能否成为爆款？北上的来袭，90后的回忆杀。当周杰伦的双节棍从随身听里炸响，90后的青春记忆瞬间被激活。央视即将推出的年代大剧《北上》，以一条千年运河为线索，串联起2代人的悲欢离合，为观众呈现出一段独特的时代故事。白鹿剪短头发翻墙逃学，欧豪蹬着28杠自行车卖冰棍，翟子路蹲在河沿画货船。这一幕幕熟悉的场景，让人瞬间穿越回自己的青春岁月。他们的青春戳中了谁的心？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但90后的成长经历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。北上的故事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90后那段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充满变数的青春岁月。花街的6个孩子，他们的童年是邻里之间的热闹，是门不闭户的安心，是大运河旁嬉戏玩耍的自由。然而，随着社会发展，老一辈赖以生存的船运业逐渐式微，运河不再是生计的依靠，京沪高速的贯通带来了现代化的冲击，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这一刻，观众仿佛看到了自己，曾经那个站在人生分岔路口的自己。面对时代的变革，我们曾经无忧无虑的童年不得不迎来一次彻底的告别。家乡虽然仍在，却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模样。北上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在于，它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，而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。从青梅竹马的懵懂到离别时的决绝，从年少轻狂的梦想到现实狠狠泼下的冷水，这群孩子在运河边的故事，也在千千万万个90后的成长轨迹中上演着。我们曾经都以为世界很大，未来无限可能，但现实的重量告诉我们，每一次选择都是一场人生的豪赌。而这一场赌注，押上的不仅是勇气，更是青春。梦想的代价，现实总是那么骨感。北漂是一场试炼，也是一种赌注。夏凤华、谢望和、周海阔，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想象，义无反顾地踏上北上的列车，以为自己能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，以为只要够努力，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。但现实却远比想象中的更加残酷。他们住在逼仄的合租房里，早晨挤地铁像沙丁鱼罐头，夜里靠泡面和白水填饱肚子。夏凤华在快递站被客户骂哭，谢望和送外卖时箱子被保安踢翻，饭菜洒了一地。周海阔的创业计划书被投资人随手扔进垃圾桶，这一幕幕刺痛人心，却又真实的让人无法否认。现实不相信梦想，它只会用最冷酷的方式告诉你，成功没有捷径，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都是数不尽的汗水和泪水。许多北漂的观众看到这一段剧情时，或许会有深深的共鸣，因为他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困境，也曾在深夜的出租屋里怀疑自己的选择，是继续坚持还是放弃，是相信明天还是接受现实。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着无数在异乡拼搏的人。但是梦想的代价虽然沉重，却从未有人因此停下脚步。正如剧中的夏凤华，即便被骂哭，他仍然擦干眼泪继续送快递，即便创业失败，周海阔也不会停止追逐梦想。这些挫折并不是终点，而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归来时才懂得家与初心，北上不是离开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回来。这句话是北上最动人的一部分，也是最能触动观众内心的一句话。许多人曾经以为成功的定义是站在更高的地方，拥有更广阔的视野。然而，当他们真正站在城市的高楼上，却发现自己早已迷失在繁华之中。北上的主角们曾经为了梦想拼尽全力，但当他们真的拥有了想要的一切时，却发现自己失去了最初的纯粹。他们站在城市的霓虹灯下，却听不见内心的声音。直到运河申遗成功，曾经离家北上的孩子们终于再次回到了花街。他们站在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看着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，才真正明白，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物质的范畴。曾经，他们以为远方才是归宿，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，才发现真正的归宿其实一直在心里。从那个小院里传来的饭香，从母亲偷偷塞进行李的存折，从那些再熟悉不过的邻里寒暄，
这些才是支撑他们一路走来的力量。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，有些人一生都在寻找，却忘了回头看看自己出发的地方。正如北上所展现的那样，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它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归属，是人们在经历风雨后仍然可以依靠的地方。或许这正是北上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而是一个关于梦想、奋斗、迷失与归来的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长不是走得多远，而是懂得自己为什么出发，又要去往何处。细节满满，90后的时代印记。从课桌上刻的枣字，到小卖部里的玻璃瓶橘子汽水；从《仙剑奇侠传》的贴画，到夏凤华戴的金属牙套，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90后的青春印记。当李艳偷偷把存折塞进女儿夏凤华的行李时，许多观众瞬间破防。那一刻，谁的母亲不是这样默默支持着孩子，藏起所有的担忧与不舍？三代人的精神对话，变与不变的时代命题。北上不仅仅是一个关于90后的故事，它更是三代人精神的交汇点。老一辈的坚守，胡军饰演的谢天成，一位一生守在运河边的船工；中生代的转型，李乃文饰演的邵秉义，面对国企改革的抉择；年轻一代的创新，白鹿、欧豪，他们用青春书写奋斗史。每一代人的故事都在诉说着时代的变迁，也映射出时代不变的情感与信念。白鹿的经验蜕变，角色塑造力爆棚。白鹿在北上中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转型，他剪去长发，顶着鸡窝头，穿着最普通的学生服，成为了那个在运河边野蛮生长的假小子。时间跨度长达20年，他的成长不仅是个人奋斗史，更象征着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的觉醒。面对家庭变故的隐忍，创业受挫时的爆发，与欧豪对手戏中的细腻情感，他都演绎的层次分明，真实的让人心疼。黄金班底加超强细节，打造年度爆款。导演姚晓峰代表作《虎妈猫爸》与编剧赵东林《幸福到万家》强联手。剧组在场景搭建上高度还原运河古镇原貌，甚至复刻了90年代小卖部的货架，细节之处尽显用心。此外，剧中购买了5首经典老歌的版权，包括 Beyond 光辉岁月、刀郎没有我你怎么办、庞龙两只蝴蝶、李宇春和你一样，下个路口见。这些熟悉的旋律让观众瞬间穿越回那个单纯美好的年代。北上不只是一部剧，更是一幅流动的中国画卷。它让我们在周杰伦的歌声里重温青春，在运河的波涛中读懂历史，在夏凤华的成长里看见自己。它不仅讲述了一代人的故事，更让所有90后在其中找到了共鸣。那些为梦想头破血流的日子，那些在出租屋里吃泡面的夜晚，终究会变成运河上的粼粼波光。我们终将明白，北上不是离开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归来。你期待这部剧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如果你也是90后，这部剧一定会触动你的心弦。你是否也曾为了梦想远走他乡？你是否也曾在奋斗中迷失？你是否也在某一刻突然懂得了父母的辛劳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聊聊北上，聊聊我们的青春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别忘了关注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影评解析。